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们好，今天呢又到了周六，是我们互动问答的时间。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只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重点讨论的话题呢，可能不是那么太愉快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在昨天突发的，湖南省岳阳市的华容县的洞庭湖决堤的事件。这个事件其实现在非常严重，它终于把这个国内大众的关注焦点呢，从央视此前反复播报的那个所谓美军在叙利亚偷小麦，还有就是昨天这个中金员工坠楼的这么一个热点之中呢，转移到了现在，终于大家有醒过来，说半个中国都在发生水灾，而这个洞庭湖这个地方的决堤，现在是焦点之中的焦点。那么洞庭湖的决堤的事件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呢，其实和大家已经有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这个讨论。在昨天下午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呢，是说洞庭湖团州院这个地区它的那个大堤呢，说是出现管拥，结果1个多小时，大概在5点过的时候，然后就说就发生了一个决堤，一个溃决。决堤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距离大约只有10米左右。其实那个时候要是封堵得法的话，是完全是有可能把它给堵上的。但是在昨天晚上，我和大家做这个直播的时候，它的这个决堤的这个决口就已经扩大到了100米，一下就翻了10倍。那么到今天呢，这个结局就更加的可怕。这个结果，今天已经这个决口扩大到了226米。这个数据呢，是中共的央视官方自己报出来的，而这个央视的报道呢，还说在当地现在已经是动员了2000多人到这个现场决口的现场，尝试要去堵住这个决口，但是呢，据说只调动了18辆的小卡车说以车代仓去进行堵塞，就是把那个车开到决口里面去，用这种方式18辆车堵200多米然后呢说不断的向这个决口去填沙，但是呢没有能够成功。注意他说的是填沙，我们待会儿还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呢，这个央视的报道就说，在决口附近有6座村庄和1处社区，大约是5700多名居民，已经都被连夜全部都撤离疏散了全部都是安全的，目前没有传出任何的人员伤亡，这就是官方的报道了。实际上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查证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在这个决口附近的居民至少是有6万居民，就是在团州院那个附近。那么现在整个团州院已经是一个灭顶的状态。现在当地民众呢有传出的消息是说，他们内部这个流出来的消息说，初步的估计说，在这一次决堤的初期可能会造成是2000人左右的罹难了，他们现在估算。而且呢，整个华容县我们知道它是有54万的常住人口，这50多万人口现在都面临着洪水的威胁。我们可以来看看下面的2个画面，我们请这个导播给我们这个放一下。第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救援队在这个团州院那个地方去拍摄的，就住在决口附近的一个老人，他被困在这个屋顶上，因为我们不得不把它做一点模糊的处理。这种画面呢，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它是属于这种敏感的，在被困在屋顶上等待救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洪水已经都淹到了这个屋顶了，是这样的一个高度真的就是灭顶之灾。那么第2个画面呢，是发生在这个华容县城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呢已经淹到了1米多高，就是这是进门的大门已经就差不多淹掉了1半多了。那么这些画面流露出来，其实它都只是冰山之一角因为有更多的信息和画面都是被官方给严格封杀掉了。在昨天呢，有一份这个华容县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他们有一份内部的文件被人给曝光出来。这份文件的内容就显示说，因为洞庭湖的团州院出现了溃口要求所有的公职人员全部取消休假。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信息，所有的信息必须以官方的通稿为准。不仅如此就是负责管辖华容县的岳阳市的公安局的交警支队，他们还马上出来紧急宣布发布一道命令说，因为防汛工作的需要，所有进出华容县的这个连外的道路要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在管制期间呢，华容县境内除防汛用车之外，其他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把整个华容县变成了一个孤岛。
道路封锁了，信息封锁了，里面逃难的人是出不来的，只能够被封死在灾区，你们都去自谋生路吧，这50多万人。所以这个场景呢，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这个河南信阳大饥荒，那3年大饥荒期间，是吧？民间老百姓为了规避这个敏感词，都把它说成是大吃饱。河南信阳当年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饿死这个整村的灭绝性的这种饿死，然后他们封锁道路，没有人能够说外出逃难，想要逃荒、外出讨口饭吃都是不允许的。结果最终是导致整个信阳地区饿死多达100万人。现在我们看到华容县是再次的开启了这种信阳模式。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他们堵水堵那个决口是很失败，但是他们堵口堵嘴确实很成功，就是这么一个现状了。那么我们回头要说到这个华容这次的决堤，它究竟是天灾呢，还是人祸？我们以前就和大家说过，每一次中国在中共体制下发生这种大的这种灾难呢，往往都是3分天灾，是7分人祸。这一次的华容的决堤完全是同样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从此前网络流传出来的一些这个视频它已经可以就是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从这个大堤发生管拥到最后决堤，这个华容当地的所谓的抢险，它完全就是以这种山寨包工队的水平。而且这次决堤导致如此严重，一夜过去就变成200多米，它为什么会这么的严重？它完全就是人祸。不仅说那个大堤可能是个豆腐渣工程，它还在具体的抢险操作上有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看这个视频的画面，就是在昨天，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是一段视频画面，我们截取了一个截图，就是昨天在这个决口以后呢，它出现的就是当地用这个车装载着沙土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抢险，还弄了2台这个挖沙机在这个决口附近去挖沙，大家可以看到吗？从就这么短短的这个视频画面之中，我们就可以已经透出来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首先，第一个，刚才大家看到了，冲入决口去封堵的那辆货车，它装载的全部是松散的沙土，没有任何的石头，就连沙包都不是。沙袋都没有，就是一车松散的沙土这么冲下去。你想那个沙土下去，那个急流决口那个水流，3下5除几分钟就冲没了。现在这个画面已经是疯传整个网络，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中共原来是用这种细沙土倒下去来填堵这个决口，这是非常脑残的一种操作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你别说一车，你就是10车沙土倒下去，迅速的都会全被冲走，没有任何的作用除了就是他车上挂上一个红色的条幅，可以作为宣传，这是唯一的作用之外而且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说无论你是河堤还是湖堤，出现了决口呢，最好的办法都是用那种就是用钢筋焊成的一个立方体，然后它一个像一个笼子一样，然后往这个笼子里面去装满这种巨石，非常巨大的石头，迅速的把它堆叠沉到这个水下去这个是基础。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之后，然后再迅速的把那些大量的沙袋或者说是小一点的石头再把它倾倒下去，就把整个这个决口基本上它完整的骨架子把它已经垒起来之后，然后可能最后才是一些这种稍微细一点的沙土怎么完全的把它给覆盖住，它应当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抢险之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种操作，这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讨论。这是第一个关键信息第二个关键信息就是刚才大家从画面中看到的，有2架挖沙机，他们居然就在决口附近挖沙来填这个就是决口，他在干什么？让人目瞪口呆，因为它就等于说用这个挖沙机，它在不断的抽空这个决口附近的根基，你把附近本来还没有垮塌的这个湖堤的这个根基全部都给抽空，然后你把它投入到这个决口之中去，让这个急流全部把它给冲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昨天一夜过去，仅仅一夜过去，这个决口就从10米扩大到100米，然后迅速又从100米扩大到226米，跟他们这么一种脑残的操作是有直接的关系着。就是这种做法呢，不要说是杯水车薪，大家都看到那个决口10几米甚至上100米，你弄2台挖沙机在那儿，那么细细的2股沙流下来就能堵住决口吗？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它完全可以说是火上浇油。
唯恐这个大堤垮得不够快，他用挖沙机还把这附近的这个湖堤的这个根基全都给挖出来抽出来。所以我要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这个就不叫做拍脑袋决策了，这个叫做拍猪头决策啊。第三个关键的信息，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没有在现场看到有任何一个像样的官员的出现。大家知道，那个官员一旦出现，他的穿着打扮、神情表现，他周围围着的人，那个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在昨天这个视频里面，在现场没有看到这样的官员，你会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些工程人员，就说明什么？说明官员可能是已经集体都是躺平的状态，没有人愿意到现场去负责指挥，因为都怕承担责任。就像那个法官那样式的逻辑，这是中共体制内的一种标准的中共逻辑啊！你没有去指挥，你就没责任；你要到那儿去指挥呢，弄不好这责任就落你头上。所以呢，就变成说没有人能够担责啊，只管我自己先保证安全，哪管我的身后是洪水滔天呢？全都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第四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画面它显示出来。官方呢事先没有做任何的抢险的准备，你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预案，完全是一片混乱，没有这个任何可能发生决堤的这种准备，没有准备大石头，就连沙包都没有。唯一记得是从这个画面中，可能很多朋友注意到了，他们把这个堵口的汽车身上还特别挂上一张这个红标语，那个堤上插满了很多的红旗，这些是要拍下来是作秀的啊，他们如何在这个进行抢险等等。但是呢，我们稍微做一点查证的工作，那句话发现了，早在2022年9月，也差不多是2年前，那个时候党媒还专门有发了一篇这个报道，就说洞庭湖区重点院的堤防加固工程啊，投资是高达85个亿啊，大家看到没？就是这个画面。投资高达85亿的堤防加固的工程，结果这个工程85亿的工程质量，我们现在看的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画面，找了几辆旧车、几辆破车，装满一些沙土，把它倒下去啊，完事儿了。你看我们堵不了了，这个是天灾。但是其实有一点我们是不用怀疑的，就是当地这个防汛抗旱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呐、什么表格啦、什么报告等等，肯定是应有尽有啊，非常完美，你肯定是找不到一点明显的漏洞的。也就是说，这官方上级下来最后来检查工作，要来这个追这个责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所有这些文件全部都是齐全。你看我们全都做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啊，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决堤了呢？还是决口了呢？死了这么多人呢？一句话，这是百年不遇啊，我们多难兴邦啊，他就可以直接就交代掉了。所以呢，到今天呢，就是我和大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洞庭湖的决堤的现场呢，因为这个事态非常严重啊，舆论现在在急剧的在发酵以后呢，官方终于是把这个石头又运到了决口的现场。我们看到在这个现场已经有这个推土机啊，把一些这么大块一些这个石头把它推到这个决口里面去，但是已经是基本上是无济于事，可以说连亡羊补牢都没有用了，因为大量的水啊，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画面，这些石头，大量的水已经下来了。而且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人在这个抖音里面有发了下面几张这种官方拍摄的党国领导人的照片啊，准确的说是前党国领导人的照片。结果呢，这个账号立马就被消耗，全部给封杀掉了。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照片呢？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就是这样的几张照片。这是朱镕基，刚才是那个温家宝啊，这是胡锦涛，然后呢，这是李克强，就发了这么4张照片，结果这号立马就被消掉了。什么意思啊？谁都知道说这个胡锦涛啊、朱镕基等人，他们都去那个灾区现场啊，甚至去这个涉水啊，谁都知道这其实也是演戏，也是摆拍，是吧？但是好歹吧，就是说过去的这些党国的领导人，他们好歹还要去一下现场吧。他为了演戏呢，好歹他还要去淋一点雨，要去踩一下水。但是现在的中共当局却是完全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你见不到任何高层的官员，哪怕去做那么一下秀，他都不想去了，完全就是一副你哪怕死了全家，跟我都没半毛钱关系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发照片的人，为啥是他被消耗了呢？他发的可都是党国领导人的照片，这都变成敏感信息，是吧？都变成敏感词，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发这照片是什么意思，就连去消杀号的那个小编，他都非常清楚知道你想要说什么。虽然你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发了几张照片，谁都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大家就是在过去呢，
曾经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流传的说是法国国王路易15的说过的一句话。其实他说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呢，因为普遍在坊间、在民间就已经有流传开了，说他呢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啊，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你会看到，现在的中共当局比那路易15还要更加先进。它叫做，我活着的时候，我都是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只管我活着，我舒服，是吧？我安全就行，其他的一概不管。从上到下，从最高层一直到基层，全部都是这样的心态。这个才是我们看到昨天在这个决口的现场出现如此奇特的，就是甚至可以说是奇葩的一幕，全世界都没有见过说这样去抢险、这样去堵决口的这种做法的这种画面。它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整个中共的官场已经是完全僵化，完全失去了它最基本的一个政府的功能，它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实质性的脑死亡的状态啊！如果说把中共高层比喻成为是大脑，它是一种脑死亡状态啊，它连去做个秀它都没去了，它就躺平了，大脑都躺平了，它的肢体、它的手啊、脚啊，各个这些下面层层的执行的机关啊、执行的机构也全都是躺平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洪灾洞庭决堤，它所折射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释放出来一个重要的信息。脑死亡的状态，它就意味着什么？只意味着等着在将来不久的某个时刻，来一个人给他把管，那就正式的宣布这个政权已经彻底的消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他们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普通老百姓，谁都知道这个政权它已经是死了。它只不过就是等着最后被宣布的那一刻到来而已。谁来宣布呢？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我们就不妨继续的往下看了。好的，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个信息，应当是比较最新的一个信息，就是拜登。他在昨天下午呢，我们知道此前拜登不是他在跟川普进行辩论以后，一直在舆论上稍微比较被动嘛，说他在就是辩论上面表现不好啊，甚至呢很多左派的媒体都在炒作，说是他要拜登可能要退选了等等。当时我们和大家其实有做节目，有探讨了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其实还做了一个预判，我说其实拜登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会退选，他可能会要就是进行到底，把这个竞选。昨天下午大概是3点过的样子，拜登就正式发出了一篇推文，他在 X 平台上面发出一篇贴文，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让我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一下，我是美国现任总统，我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我会继续的参加竞选。”他就说了这么3句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验证了我们此前的这个预判嘛，说拜登他其实不会主动的退选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妨继续的保持耐心的看看接下来这次美国的大选它究竟会发生什么。好的，今天呢这个主要的新闻我们就和大家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面就进入一个互动的环节啊。在进入互动环节之前啊，我是想起来，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就是暂时稍微休息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跟大家推荐，这是来自于台湾的叫做极品老白茶。这个老白茶它完全是处在这种野放生态状态下，摘取了最鲜嫩的这个茶叶的叶尖儿来制作成的，是由台湾一位70多岁的老茶师精心制作的。这个白茶大家不要看它的包装非常的简朴，包装它就是一个牛皮纸袋看上去非常简朴，但是呢这个茶叶非常好。它为什么叫做极品白茶呢？这个白茶它是送到瑞士的SGS 进行了488种的残留农药的检测，全部都是0，而且还获得法国一个叫做 AVGA 的一个参奖，就是茶叶的参奖，去获得一个白茶的金奖。这个茶叶我已经喝了好多次了。我觉得给我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最突出的就是这茶叶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花果蜜香，而且它的香味会变化，就是你刚刚冲茶水下去之后它出来的香味，和泡了一段时间出汤以后你再闻那个汤的香味，再到你1泡2泡3泡4泡以后的香味，它有所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香味都非常的清香就特别的突出。这个时候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这个茶叶其实是非常好。而且呢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嘛，说叫做白茶是叫做1年茶3年药7年丹，就是它特别能放，你放的时间越久了，这个茶其实对人体的这种健康是越好的。
如果说对这个茶叶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因为现在正好是处在一个优惠的，它算是新品嘛，刚到货不久，处在一个优惠的这个期间，买2袋这样的这个极品的老白茶呢，可以赠送你1袋这个就是特级的红茶。那一袋差不多价值就接近是50美元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就点击我们今天这个描述栏里面的一个专属的链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好的，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互动的环节了。先跟大家来回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昨天的节目以后，马上就有朋友是提出来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提供一个思路，洞庭湖这个决口很像是挖开的，这个断口很齐整，然后呢再表演一下堵口，车里装土，这个逻辑就更闭环了，因为这个逻辑实在太奇葩。决堤泄洪，这个锅呢就甩出去了。之后呢，也可以正大光明的，不会给这些民众任何财产的补偿。我说实话，就是这个朋友这个留言还真的是打开了一点思路，我都没敢往那个方面去想。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要放在中共体制之内来说，如果这个决堤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半夜，发生在凌晨，我可能会非常大概率的去猜想，他很有可能真的是在决堤泄洪，因为这样的事情中国过去已经干过了，大家还记得吗？此前河北那个涿州水灾，为什么会淹成那样？就是因为涿州是被人为的挖开大堤，人为的挖开河堤来泄洪，就是为了保这个雄安，所以淹涿州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人祸。他们已经这么干过，在河北可以这么干，在湖南不会这么干嘛？对吧？只不过就是唯一有一点，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决堤，就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给我提了一个醒，也给大家都提了一个醒，就是中共做这种坏事、这种邪恶，我说他是没有底线的，对吧？只不过就是昨天这个决堤呢，它是发生在下午。大概是4、5点钟，正是大白天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说他真的开着挖掘机去挖开这个河堤，我估计当地的这些村民，因为住在这个团州院下面那些村民，可能他不会轻易的答应的，因为你这样挖开，你就等于是把他家全给淹了，是吧？他所有的财产一夜之间全部都清零。那可能很多人是不会答应的，因为当初就是涿州水灾的那一次，他们是在半夜凌晨去挖那个河堤的时候，都和当地的村民差点爆发这个冲突，后来是调来很多武警，才强制的进行了，说这是上峰来的命令必须得要这个保雄安，所以呢必须得要牺牲这个涿州所谓的为大家牺牲你的这个小家，是吧？就是反正编了这么一些借口是这么来干的。但这一次洞庭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我就说这位朋友所提的这种思路，中共他完全是干得出来的，只不过呢。昨天洞庭这次决堤呢，它是发生在下午大白天，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是吧？虽然但当然，毕竟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现场，他当时刚刚决堤那一瞬间的那样的一些画面，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在现场这么多人拿着手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都在拍，只不过可能很多东西他现在发不出来，或者说不敢发，是吧？担心有这种就是自己的安全问题，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这次最初的决堤呢，很有可能它还是属于这种就是天灾，是吧？就是出现了管用之后出现决堤，但是后续刚刚决堤的时候，你只有几米，只有10米宽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说真的是他们有成熟的预案，真的是准备了这么多的石头，这么多的沙袋。这么多的钢筋等等这些东西，实打实的，你要是这么下去，堵上一个10米宽的决口，其实并不是太难的事。大家要注意，这一次它是洞庭湖的湖堤决堤，湖堤的决堤和那个河堤的决堤其实还有所差异。因为湖堤的决堤呢，它一般说那个水的流量流速没有这么高，大家知道河堤那个尤其是发洪水冲下来，那个流速是非常大的，那个也就是决口的压力是非常高的。湖堤呢，相对来说它其实还稍微会相对而言，它的压力没有那么高，会平缓一点，所以要堵上湖堤的决口，其实难度相对是低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它决口的最大的原因是，我说是人祸，就是首先它完全没有任何预案，倒一点沙土下去做秀，居然另外还弄了2个挖沙机在那儿继续就在那个决口附近在那儿挖沙，你们这不完全就是在掏空这个大地的这个地方嘛，不是掏空它的根基嘛？我从来没见过，我真是看得我的目瞪口呆，我从没见过有这样愚蠢的、这样白痴的这种操作，是吧？
但是就没有办法，这样的事情它就非常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下面有很多好多这个留言，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就是前天在这个就是前天做了关于这个活摘器官全球唯一的一例就是幸存下来的这个幸存者的这个事件，那么有很多朋友，我就统一给大家念念，因为很多朋友他反馈的都是他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活摘器官的信息，我给大家在这儿呢统一做一个分享。这些信息我看到我都惊心动魄，我都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些相关的信息。首先第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在国内一家3甲医院的血库工作多年，了解到一些在90年代初期器官移植的这个器官获取的情况。那个时候呢，用的的确都是死刑犯的器官，之前死刑犯都是要到血库去配型的，到了枪决行刑的现场呢，说这个医院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都在现场等着的，并且要提前给这个死刑犯注射肝素。肝素是什么呢？肝素是一种药，它主要就是防止血液凝固的。打了肝素以后，你要是划个口子，你那个血就是一直不停的流，它不会这个凝固，对吧？它就是干这个用的。然后在执行枪决以后，这个犯人被立即就会拉到救护车上，就进行这种器官的摘除，然后再送往这个医院给所需的病人进行这个器官移植。这个是他这个朋友所反馈的。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还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因为在过去对死刑犯进行这个就是枪决以后摘取他的器官呢，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潜规则的，就是执行死刑的时候呢，不要把犯人给打死。就是你不能一枪把他给打死了，但是要确保他被打昏了，在这种时候，然后把他迅速就是确保是活体，什么意思呢？确保摘那个器官是活体状态下来摘取，这就非常可怕。为什么在过去就是一直国际社会早就知道中共，其实中共使用这种死囚摘取死囚的器官来做这个器官移植。在更早时期，在80年代那个时期，官方就已经正式出台了内部的这个文件，说是这个就是合法，是可以进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国际社会就一直对这个就进行这个抨击，就说你这是侵害人权。虽然他是死刑犯，但是死刑犯他也是有他的最一个基本人权的，就是你在他活着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活体的一种状态下，没有把他被真正的打死的时候，然后你去摘取他的器官，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附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就是特别的侵害嘛，是从人权的这个角度过去就一直都有。那么当然到了现在发展到它整个活摘器官与产业化以后呢，它需求量剧增，这个需求量可还不仅仅只是说在中国国内。大家都知道，现在活摘就我们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有举了这例子了，全世界什么以色列啦、韩国啦、什么沙特啦，好多那些国家现在都知道说中国的器官多得不得了，是器官等人，不是人等器官。在全世界所有正常国家都是人等器官，一等要以年多少年这个作为单位来计算，而在中国是反过来，是器官等着人我们有大量器官，你还可以挑选。黄杰夫，对吧？中共前卫生部部长自己都说，他做这个手术一次，他为了做一个肝移植的手术，他动用了3个肝在那备用，等着一个肝要是如果不成功，马上再换第2个，第2个不成功还可以有第3个，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想想，这是第一位朋友这个留言。下面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谷歌关医生的厄运，第1条就是发表在文学城博客上面的原创文章。这个作者是前国内医学影像领域的专家，他就回忆了他出国前就职的是福建医大的附院，早年为了攻克活体肝移植，把一个死囚捆在手术台上，蒙眼堵嘴，活体摘取他的肝脏的残忍的经历。他本人还曾经介绍过该院3名肝胆外科专家来这个BIDMC， 就是肯尼迪斯医疗中心去进行进修，也都成了国内器官移植罪恶链条的参与者。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吧？我们上次做节目和大家提到，有朋友就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说有没有海外的专家参与了活摘器官？我说，其实这种间接的参与，有没有直接参与？说那个外国来的医生直接上手术台去，是吧？去动刀，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确认。但是呢，这种间接的，比如说他们给这些国内来的医生去做培训，教给他们这个技术，出口给中国很多这个一些做
器官移植的关键的设备，都是中共自己不能够生产的相关的。可以说他们就是间接的在参与。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看到在这一次的，不是刚刚在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对吧？我们和大家做了一个节目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法案里面特别就规定了这一条，只要这个法案通过，就要立即向中国大陆境内所有涉嫌有做了这个器官移植的这样一些医疗机构，禁止向他们去出口任何有关器官移植的设备啦、技术啦，所有这些东西。他这个法案里面都这么规定，就说明其实他们美国这边经过一些调查，早就已经知道，他们其实有很多一些医疗机构、一些专家，或者说一些医疗器械的生产的这个厂商，他们都有间接的参与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都有参与的啊，这是这么一个问题。然后下面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台湾朋友的留言，他说在台湾这里他听说过有一个客人说他需要换肾，到中国那里一颗肾是多少钱，然后就是他飞到中国去了，他真的就换肾成功，而且他前后换了2次，做了2次。当然这个2次他就没有提到说详细的情况，他究竟是同一个肾，因为第一次可能移植失败啊，第2次再去换呢，还是说2个肾是吧？第一次换了左边，第2次再换右边，是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就是说，这个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朋友们知情人啊，大家自己所提供出来的信息，它都折射出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在中国它是器官等人，而不是人等器官，这样一种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都见不到的现象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下面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20年前就开始呢，我的客户亲口告诉我，他的同班同学在广州医院拉活人器官卖钱的事，在这个圈里是不可言说的秘密，罪恶啊，悲惨的世界你无法想象。这个20年前基本上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那个，大家想想，20年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末，是吧？现在是2024年吧，还是在2000年是吧？21世纪初，那个时候其实，20年前那个时候正好就是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大家都知道，是迫害法轮功是从1999年7月份开始的。那么活摘器官的这个罪恶最早被揭露出来是在2006年。就那个时候，它已经都掩盖不住，做的量都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其实真正做的最高峰的时期，大约差不多就是在2000年到2006年这个期间。其实2006年之后一直都有在做，只不过呢，是因为这个罪恶一旦被这个曝光以后呢，个别的地方有某些地方，中共不得不稍微的进行收敛了一下。所以呢，你看，包括他们后来就是说，先是找借口说是这是死囚器官，后来这个死囚器官也没有办法来这个自圆其说了，现在他们就改了一种说法，说全都是捐赠的，而且现在发展成为把很多人都默认为你是捐赠，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很多人，比如说他买了一个华为手机，或者说他去做了一件其他的一件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或者他去献了一次血，在登记的时候，那个默认里面就有一个选项说默认你会同意捐献你的器官，但是很多人他却自己是不知道的。结果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只是因为简单的一个车祸，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简单一些小毛小病，到了医院去之后，突然就宣布说你出现了脑死亡。然后就说，然后你看你自己签的有啊，你自己早就已经同意了呀，你是有这个器官捐献的这个协议的，根据这个协议，那么既然你发生了脑死亡，现在我们就可以合法的摘取你的器官，这是非常可怕的。我看到已经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了，将来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做一个汇总之后，再跟大家来系统的做一些这个节目，把它从头到尾这个来龙去脉究竟怎么回事，跟大家来做一个梳理。也就是说，他现在最初对单一的针对法轮功学员所发展出来这种活体摘取器官的这个罪恶，他现在开始扩散到了中共，他针对所有他视为敌人的人，是吧？维族人呐、维权人士啦、异议人士啦，然后就包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按需杀人。现在活摘器官它已经变成为一种，如果说最初中共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打击他所认为的敌人的一个残酷的手段的话，那么现在活摘器官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它已经变成了在中共体制之下，
中共作为他们一个是对他们官员的这种各级官员的这种特权，大家都知道很多官员都换那个器官，换了不止一个，是吧？换了好多个。中共前文化部部长他自己写那个回忆录的文章都说的，他身体零件换了好多次，这个就是第一大作用，为中共他们这个体制内的官员去做他们特权的一部分，你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换器官，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把这个做成了一个产业链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发横财的啊，即暴利啊，这个可比那什么贩毒来的那个暴利都不知道高多少啊。然后这个生意而且还做到了国外去，啊，国外很多的这些其他国家的人都是来到中国大陆去玩这个器官旅游啊。来一趟旅游，先做了器官之后，然后再顺便游山玩水一趟，再回去啊，这个简直就是人生赢家，是吧？他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了，所以像这位朋友，他是说他反馈说，在这个广州医院，是吧？是在20年前，那差不多就是2000年初期，那个时候正是那个时候主体，其实被摘器官的就是主体就是这个法轮功的学员，是这么一个问题。好的，下面这位朋友呢，他是有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是说，唐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其实我想问，中共是否把魔爪伸进了其他的国家，比如叫其他亲共国家的政治犯交给中共来进行活摘？然后他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我都看得惊心动魄呀。我朋友们讲，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瞒您说，我认识一位日本黑道教父级的人物，就有中国商人愿意出价钱，把他们黑帮之内受到这个家法处理的这些小混混，说把这些人买回中国。当然那位黑帮人物是拒绝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爆出来一个我都觉得非常惊悚的一个信息，就是大家都是日本那些黑帮嘛，他们内部的黑帮嘛，他可能就有一些这种黑帮的帮规，是吧？内部家法处理，某些人犯了帮规，那么可能内部就悄悄的就杀掉，就处理掉了。然后就有中国商人去跟他们去联系，说你就这么杀掉，你说不可惜了吗？啊，废物利用嘛。既然反正这个人你们都要处理掉的，我花钱给你买过来，把这个人我们弄到中国去，当成商品，是吧？这真的就是卖肉一样，卖他就把器官全给摘了。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大象他这里提的说是只是普通的中国商人，他还不是政府机构的人员，就是一些这种发黑心财的中国商人，他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产业链了，可以把人从外国弄到中国去，再摘完器官，再毁尸灭迹，一切都可以做的就是悄无声息、天衣无缝，都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是吧？但是他说这个黑帮人物可能毕竟黑道呢，他还讲黑，是吧？道义有道，黑道呢他也还有一点可能最起码的底线，说这个人既然要处理就是处理了，但是你要把他弄到中国去，还要给他这么残酷的待遇，是吧？这黑帮的人物，他们这个黑道大哥，这个教父级人物，他都觉得做不出来这种事儿啊，给拒绝。你就可想说这个中共他是什么？你说他是黑帮，都是在侮辱黑帮。真的是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你对中共的罪恶了解的越多，你只会有越来越强的一种感觉，就我跟大家说过的，你会觉得你翻遍这个字典，你找不出来一个合适的词去形容它，你就会有这种感觉，觉得简直就邪恶的，简直你都没有语言来进行形容，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了。然后这位朋友下面还有他说我也认识印尼的一位村长，说他的村子很多人都被活摘器官了。他说有一位村民的这个老婆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躺在医院里，隔几天就离奇死亡。最后院方归还他的尸体的时候呢，是用白布裹住的，里面内脏里面都是空的，都挖空了。而且呢，她的老公还收到了对当地的这个人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补偿费。然后呢，他就说他自己呢是不太相信说印尼他自己可以再活摘器官的，因为他觉得印尼当地的这种医疗技术呢可能还达不到这种程度。然后呢，他说他是有理由相信某些亲共国家暗地里与中共勾结。请问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位朋友这个回应啊，我其实非常震撼。说实话，我是非常震撼，因为在上次做完节目以后，当时就有朋友提出来，就也是问我嘛，就说你对这个器官出口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说中国过去老百姓有句话说叫做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
我确实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在活摘，我认为我对活摘问题已经是了解很深入了，都已经可以说限制我想象力。我当时跟大家回应说，我说不排除说有人中共它有这样的一些资源，是吧？把这个器官开辟一个绿色通道，在国内摘了器官以后，用绿色通道送到海外去，是吧？给某些特殊需要的这样人给他们使用。然后下面就有朋友就马上就回应说，我说的意思呢是把活人出口到国外去。所以我说这个，我当时一看我都觉得真是有点限制了我自己的想象力。这在中共里，我的看法完全是可以做得到，他们也完全有可能这样做的。就是把活人通过某些秘密的渠道，直接就是吧，弄到国外的某些秘密的地方，直接把人器官摘了，就地杀了、埋了，就处理掉了、销毁掉了，就完了。那么大家想想，既然可以把人弄出去，他当然也就可以把人给弄进来。只要一个通道啊，一个渠道一旦打通了，它一定就是双向的，它不会只是单向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活摘器官这个产业链在中国大陆，它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吧？如果说在将来，我坚信在将来的有一天会把它整个这个罪恶完全给曝光出来，我觉得可能会震惊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人都会觉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都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是吧？活摘器官我说了，从迫害法轮功1999年开始之后开始起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25年的时间。25年一个产业链，它可以，尤其在现在有各种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加持，它可以让一个产业链运作成熟、高效率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越来越多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说没就没了，下楼去买个打个酱油没了，下楼去取个包裹一下子没了，隔几天找到完全这身体就已经掏空掉了，这样的例子已经都非常多了。它为什么这么高效？公安啊什么的到处装满监控，查也查不着，查不到。它不光是说这些公安他们这个就是说蠢笨查不到的问题，他也不敢去查。能够有这种资源运作这样的一条产业链的这样的背后的势力，那可都是一般人惹不起的。一般的小公安什么派出所的民警、刑警队长啥，你根本都惹不起的。他们其实对此应当是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是他们就是知道他自己要去惹，弄不好说不定哪天他突然也就消失，然后他也就会变成一具空壳，出现在哪个路边，或者是扔在哪个湖里面，就会变成是这样子，或者甚至都埋在哪儿去，彻底消失，人间蒸发了，都找不到了，是吧？尸体都找不到，它会变成这样子。也就是说，这是所以我说，整个现在中国大陆，我们为什么说它其实就是活脱脱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间地狱呢？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对这位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答案毫无疑问，我个人看法是肯定的，就是任何这种非法产业链的通道一旦打通建立起来以后，它一定就是双向的，一定就有进也有出，来回赚钱，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好的，下面呢，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反馈了，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我都不知道的，我此前都从没听说过。这位朋友他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活摘器官产业化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大陆的那些有资格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呢，那个允许动器官移植手术它是有许可证的，这个许可证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新、要续约的、要续签的，而续签的这个条件是你上一次的续约期间，你究竟做了这个多少例的器官移植？那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他要没做够那个例数，这个许可证可能就会被吊销掉。所以呢，他为了确保他要一直拿到这个许可证，他就要必须做够最低限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那个数据。然后他后面下面这个朋友接着说，就算假设一个合理的数据，说每个医院只做10例。但大陆那么多家的医院，那加起来那个可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这我还真是第一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就真的我不太了解了，因为我也离开大陆是10几年，不太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况。如果真的他们内部居然有这样的一种规定的话，那可就真的是产业链制度化的在按需杀人，制度化的杀人，整个中共政权这就是一个恐怖的杀人集团。杀人、卖人肉、卖器官，它真的就是这概念。
大家觉得这恐怖吗？这不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吗？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活摘器官这个数量啊，这个数据，之前呢，在中共的活摘器官刚刚才曝光之初啊，我推荐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到那个海外一个网站叫做追查国际这个网站。追查国际这个网站呢，他们其实就比较专注于针对着中共活摘器官这个罪恶，他们做了很多这个搜集证据的工作。把这个，尤其是在刚刚曝光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共呢，他各家医院，他们都把这个做这个器官移植是作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他自己会把它给爆出来的。是在初期的时候，所以很多医院为什么能统计出这么庞大的数据，说每年中共做这个器官移植高达这个是10万例左右，是吧？平均每年10万例左右，它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们自己各家医院，他们自己发表学术论文啊，我院这个又获得什么一个提升了，我们又做了多少例这个的器官移植等等，把这些数据全部统计起来累加出来的。所以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哪怕只是做一个合理的假设，说一家医院平均每一年你就只是做10次这个移植器官手术，只要有这种资质的、有这种资历的医院，你把它全部都给累加起来，那个数据有多恐怖？10万可能都打不住，对吧？其实就是现在呢，暂时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和或者是这样一些这个社会力量去非常详细的去来做这么一个这个统计，或者说我甚至个人认为，其实不是没有人做。很多国家可能情报机构，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很多他们其实可能都在做，他们都在做统计，他们都是了解的，不然不会有这个保护法轮功法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法案出台，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了，只不过呢，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政治上的考量啊，诸多的发展考量，现在呢他们没有公开，但是现在不公开，不等于说它会成为永久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中共这个政权，我们说了，它现在就是一个脑死亡的状态。他就等着最后拔管的那一刻到最后拔管，中共彻底的垮台以后，我绝对相信邪不胜正是人间的一个真理。中共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它绝对不可能说它还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是吧？到它垮台那天，所有这些全部都会曝光出来，所有每一个参与了活摘器官的医生、护士、警察，或者说是这些你们政法系统的、军队系统的每一个人，你们的罪责一个都跑不了，一个都跑不了。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话放在这儿。所以呢，在这儿我就顺便是劝一句，所有这些参与者、知情人、相关的人士，赶快做好你自保的工作，保存你这个参与犯罪这些证据和记录，将来你还可以有立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去考虑，你不去保留这些证据，别人会保留的。你不保留，你觉得我可以毁尸灭迹，我做的滴水不漏，还不一定的。你都不知道谁可能私下里把你的这些东西全都给记录下来的。将来清算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一爆出来，你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对吧？我们就是说这个意思了。好的，下面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疑问，移植之后必须要吃免疫抑制药，叫做 FK506他克莫斯。他说是否可以从这个药物的生产量来推算器官移植的手术或者是病人的数量？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回应一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从医学的角度上面来讲，做一个大概的估算，就是这个逻辑肯定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它这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吃这个免疫抑制剂的这个病人，他其实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他不仅仅说是器官移植的。那么所有这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患了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病人，他都需要服用就是这种免疫抑制剂，就抑制他自己的免疫能力。比如说那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自体免疫性的这种疾病。他们这样的病人，他都是需要服用这一类的这种药物。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个药物的使用量、生产量去进行倒过来推算，说做多少这个器官移植呢？你只能会得到一个粗略的这个数据，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些就是其他的自体免疫性患了其他的疾病需要使用这个药物的这些病人，你要把它给排除开。那这样一来，它就会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统计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有这种办法，说可以拿到
你可以排除掉，比如说中国全国患了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这样病人有多少人，他们服用了这个药物的量大概有多少，是吧？还有其他类似的这种自体免疫性疾病，其他的疾病呢，他也要服用这个药的，他们的有多少？你得把这些基本都要排除掉，你可能才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一个这个数据。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比较难的，比较困难，是吧？就是从理论上、逻辑上是可以说得通，但是实际操作的层面呢，可能会存在的很多的这个难度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中共对凡是涉及到器官移植这方面的所有的信息，那绝对都是视为国家机密，高度机密，一般的人根本都拿不到，哪怕就是体制内的人啊，就在这个医疗系统之内工作人，很多人他可能都不一定能拿得到。而真正能拿得到这些数据的人，他可都是被重点盯着的。大家都是中共现在这个大数据集权、数字集权是吧？这个大数据都是盯得很紧的，谁从哪儿泄露出去的，很容易很快就可以查到。所以这些人，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那胆量。虽然我们鼓励大家鼓起你的勇气，为你的良心是吧，去保住这些数据。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敢把它给公布出来、泄露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渠道等等，它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我们很难通过说在海外用这样的一个药物，它的这种产量、它的销量来估算它这个活摘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吧？好的，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最后再回应大家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冒昧说一句，唐老师所说的通货膨胀专有名词叫做恶性通胀，它比通缩更加的可怕。”我还真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指正，感谢这位朋友的一个指正，的确是这样。恶性这个通胀，它其实比普通的我们说的这个通货膨胀，它从性质上来说。在经济学里面，应当是它还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同的两回事。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和大家在做了一个节目嘛。我们当时和大家说，就是中共现在开启了一个叫无锚印钞的一个模式，就是人民币没有一个锚定物了。一个国家你发行你的货币，你不能说是无节制的，你想发多少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有一个锚定的基准。在过去呢，最早都是以你黄金。所以就是以黄金，你拥有多少黄金，这个黄金作为这个你的财富的一个总量的一个标准。那么你发行的这个货币的数量、纸币的数量和你所拥有这个黄金的价值大体上要是相等的。那后来就变成了是以这个美元或者以美元以锚作为这个锚定，是吧？就是外汇嘛。后来变成是以外汇作为这个它发行货币的一个锚定，其实就是美元。那么现在呢，中共它已经开启了这个就是大规模的是去央行去买卖国债的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吧？它是开启了这个模式，它就相当于是变成了就是以债为锚，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无锚印钞了。无锚印钞的话，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就是要大规模的无锚印钞，它必然可能就会引发，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第一，首先资本会外逃，首先会出现恶性的这个膨胀。出现恶性膨胀以后呢，人民币肯定就会迅速的贬值，大家想想，如果你手里你存了多少钱，你存了100万还是1000万人民币，它在迅速的贬值，今天值1000万，明天可能就只值这个900万再过几天是吧？再过10天半拉月，可能就只值800万。你看你那个财富这么迅速在缩水，你会怎么办？你肯定想到的，所有人都会第一念头说，我们赶快把它换成美元，或者换成欧元。反正就是换成比较坚挺的这硬通货，换成外币，是吧？你想到了，中共也想到了，所以呢，我才跟大家说，在这儿我才看到，就是这么一条这个新闻，是刚刚才出来的，就是今天7月6号，2024年7月6号，人民网党媒刊登的。叫做这条新闻的标题叫做“严打换钱党，延伸违法犯罪”，公安部提出4项具体的措施。然后呢，这条新闻的大概意思就说了，说这个换钱党啊，就是指那些为了规避我国的外币现金出入境的限额、银行卡境外提现等等这些金融政策。这个换钱党在为内地的这个，他说的是为了打击叫做赌客赌博，他找了一个借口，说是为了针对澳门的那些非法的赌博的为内地的赌客大规模的兑换这种就是港币啦，或者是兑换外币或者兑换美元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业务。
然后呢，这个是由公安部的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世曲这个人，陈世曲这名字叫做，是由他出来说的。所谓这个出台了4条措施，我就不详细在这儿讲了。反正这个就是这4条措施，其实说白了，我们把它归结起来一句话：禁止换美元，禁止换欧元。但不光是美元和欧元，其实一切其他的这种坚挺的外币，包括日元呐，甚至连港币等等，可能你都会很难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条这个新闻，今天刚刚才出来，就说中共它是2手都要印的，它这一手刚刚才开启无毛印钞的模式，正式宣布了，央行正式出来宣布，它要大规模的要印钞票了。下一步它马上就严打兑换外币。堵死你的路，我就说你想到，他早就也提前想到了，就是叫做我们用老百姓民间一句话叫霸王硬上弓，就是吃定了你，就是要洗劫你的财富，就是要把你那1000万把你缩水成800万，甚至缩水成500万，甚至要再夸张一点，最后变成100万，有没有可能啊？当年中共就这么干过。是吧？在最初国民党政权，就是最初这个金圆券那个事件，是吧？我们大家在节目中也提到过了。在撤离大陆之前，他们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个危机。他那个金圆券也是1比1万，甚至1比100万，是这样的比例，疯狂的这个通胀。有没有可能在将来中国会面临这样的？至少现在这个苗头已经出来了。我跟大家说，苗头已经起风了，是吧？大风起于清平之末。它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在大陆的朋友来说，昨天我们才和大家在讨论的就是郑文路是吧？就是跳楼中金跳楼的这位女子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它折射出来很多东西啊。这个郑文路，我觉得他基本上我怀疑他可能是不翻墙的。他曾经到海外来，曾经有过留学交流的这么一个经历，应当是还是有一些这种开阔的眼界的。但是有一点，我告诉大家，不等于说一个人，尤其是那种被中共洗脑比较深的一些粉红啊，或者说是就是他完全不关心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些人，他哪怕是曾经短期的有到过海外来交流，因为我在美国这边我就遇到过非常多的，还不是个别，是非常多的一些留学生啊，一些华人过来做一些生意的呀，一些商务的啊，短期的吧，到这边来的。他虽然来到这边呢，其实他依然还是粉红的思维。他其实明明已经在海外可以接触到，就是一些真相的一些信息，是吧？这边毕竟总体来说还是相对是比较透明的这个信息，他依然是选择他自己自我审查、自我屏蔽，他不看。因为他本能的都对中共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恐惧，生怕看了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他的思维，最后变成一个反贼，是吧？看了这些东西，把他变成了一个反贼，他的这个人生就完蛋了，他要回中国去的。所以这个郑文路，我觉得就是说，虽然他曾经有海外来交流，但是很有可能他的依然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回到中国去以后，他可能也没有翻墙。他如果真的翻墙，他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的糟糕到什么程度？他是金融专业的人士，是吧？他都不需要看这些中文信息，你直接去看一下这些很多英文的，这些都是非常客观的，是吧？华尔街一些大机构的他们的出台的评估的报告啊，对中国经济这样一些状况，他应当是有所了解的。所以我就说，这个话说在这儿，我们多说几句，就是郑文路这个案例，它折射出来，你一旦你的信息获取的渠道变得单一，给你形成了一个信息茧房的时候，会导致你的认知，你对形势的判断，你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一个严重的偏差可能会断送掉你的一生，断送掉你所有的财富，甚至断送掉你的家庭。所以我说，这个信息真相的真实信息的重要性，对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我觉得基本可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在面临的每一个人都面临一场生死之战。你能够知道信息，可能就能够救你一命。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不是说在说我这个是如何重要啊，我其实只是说客观的，我就说了，我只是一吃瓜群众，我每天，一周6天吧，不能说每天上来和大家讨论一些这种新闻时事，我仅仅只是略尽我自己的一点这个绵薄之力，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
相对客观、真实一点的这种信息，只能是供大家做参考。我非常建议大家，其实你们还再去多看看其他的这些真实的一些频道啊、自媒体啦、大媒体啦，就真正的独立客观、不受中共操纵的那些一些媒体的报道。不能这些报道不能够说，包括我自己的也是啊，我不敢说是100%全都是真实的，都是准确的，一点错都没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种误差，但是总体上基本上，至少我觉得我是在本着一个就是媒体人的良心和大家这个去探讨反馈一些这种真实的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所以说到这个郑文路这个案例，我就说它其实折射出来的是这么一个这个问题。所以郑文路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精英，我看到昨天在我节目下面已经有朋友都留言了，我觉得其实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履历看上去很光鲜，但是其实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他的思维方式其实他是非常狭窄的，是非常僵化的。哪怕他就是到了中金公司那种地方去工作，他可能除了对他自己工作那个本行，他可能花点心思去研究以外，是吧？他对其他的整个经济的大事，对其他的他是不太关心的，所以这个可能是导致他出现严重的误判。我们说的很简单，郑文路他为什么会？大约就是我说最奇怪的一个行为，是吧？大家所有人都知道说，这个2023年底，在去年底那个房市已经是一塌糊涂，烂得一塌糊涂，说他居然来一个例行，是吧？例示上让他去贷款1100多万这么高的杠杆去买这么一套大房子，只能有一个合理的原因解释，就是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判断这个房市一定是会要回升要上涨。我们昨天做节目，为什么和大家我说跟中金这个他们自己内部的宣传信息渠道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逻辑。以他这样的人，如果说他没有笃定，说非常笃定、非常确定，说他这个判断肯定是有可靠的信息告诉他，让他确信说买下这房子以后很快翻过年来，这房市就会回暖，这房子是吧，不但不会跌价，可能还会要涨价。他如果没有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是不会去做出这样一个反常的行为的。那么这个就必然带来这个问题，就是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只能够是做一个合理的猜测了，是吧？因为这个人毕竟他的家人不可能出来把这个真正的跟原因是吧给他曝光出来。我们只能做一个最为合理的猜测，就是他既然在中金公司工作，中金公司本身就是一个投资公司，是吧？对这个经济这方面的，它的各个渠道的信息非常多，再加上中金公司有非常深厚的太子党的背景，是吧？朱镕基的儿子的自留地，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他们内部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信息啥的，我觉得是至少对这个郑文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才会导致他信心十足的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这样一个决定，结果这一个决定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祭品，它是中共这个所谓经济一片大好、形势一片大好这个谎言的一个牺牲品好的，我们今天已经都1个多小时了，差不多，我们差不多和大家这个时间就到了，是吧？和大家就这个讨论到这里，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这个更多的，尤其是关于这个活摘器官等等，是吧？这个了解内情的，尤其是这些医疗系统相关的这些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来这个爆料，给我们来留言，我们来这个就是了解一个这个真相，都是需要大家来一起来努力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了。